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从背景板到流量巅峰，程毅这一步让陈晓都的重新审视他。陈晓大概没有算过的那一笔账，人生的风水在流转，有时连自身都难以跟上那节奏。12年前，《王的女人》开播时，镜头里被寄予厚望的新秀，光线恰到好处地落在他身上，而程毅就成了跟在他身后的小跟班，一句少爷喊得规规矩矩，好似个刚从戏校走出来还没来得及醒神的学生。所有人都认为这样的层级会一直这样维持，一线人员就走一线人员的路，龙套角色依旧做龙套角色的事。谁能料想到，兜兜转转之间，此刻站在年度荣誉榜单顶端的那个人，竟然是往日那个脸蛋还圆的小跟班。令人感慨的并非是命运的翻盘之势，而是那悄然无声发生的翻盘情况。待你回头时，天空已经变换了风向的状态。所有的转折并没有从闪亮亮的地方开始，真正的底色是灰的。高中毕业那一年的程毅，家庭的境况比较普通，他也不太明确自己往后要做什么。朋友一句好似能当明星，将他开往北京方向的火车上发动了。那趟火车上面，连座位都没有的他，只能够站晃悠了20来个小时。在陌生城市里，钱被偷了，手机丢了，没几天就难以支撑下去，于是就只能够硬头皮向家里去要钱。这种放在他人身上的开局，或许就是那所谓的认命2个字，可又偏偏他就考上了中戏。真正到了迈入行业的时候，他才察觉到自己所面临的是什么。试戏如果不过关，便会被导演打回；演技要是不够熟练，就会被剧组嫌弃；角色如果拿不到手，那就只能被动的等待了。在那过去的几年里，那冷板凳的滋味他是知道的。在那长达10年的时光里，有那么2、3年的光景里连戏都难以接到。你再回来看《王的女人》中那跟伴随陈晓的小跟班，那番青涩不是演出来的，是其真实处境的投影的。而陈晓若干年仿佛好像开了神挂一般，从宫二起至笑傲江湖，再到陆贞传奇之间，他便稳稳抓住了流量时代里的第一波红利。与赵丽颖搭档出圈，商业资源也不断，还在2016年成了婚，事业生活那可是全面开了花。那时候的他确实处于年轻演员里最为显眼的那个位置上。再看程毅，却是一直处于被否定的状态。有导演直接的把话语撂在他面前说道：你这一生就别想再去演戏，要是换做其他的人，或许就会直接扭头去改变行业。可是他却把很多羞辱当作真，一针一针地扎进心里，逼迫自己硬头皮去前行。青云志里的转机就悄然地出现了。遗憾的是，命运仅仅给予他一个入口，却不曾给予出口。播出之后的林惊羽受伤拍摄，日夜赶戏的辛苦被默默被一带而过，反而是因为长相不符合原著而被骂得浑身是伤。发布会上明明站在主演身侧，工作人员却偏偏遗漏了他的那副刀叉。是赵丽颖把他叫过去切蛋糕，这才没让那种尴尬继续。很多年里接不到戏的他，演了戏也火不起来的他，努力了还被误会的他，直至那部《琉璃》才将他从边缘往中心轻轻地拖了半分。可残酷的现实里，云歌会的黑脸事件却又一次把他再度拖入争议的漩涡里。说到底，那时候的程毅没有什么靠山，没有粉丝群体，没有资源链条，情绪被他吞回肚子里，他能做的就是用作品来堵住很多质疑。真正让他能够稳固立足的是那部《莲花楼》，犹如带给他如同重生一般的剧，让观众首次认真看到的李香怡一角的内力克制、温柔、有野心、带绝望。
恰似经过煎熬的人的质感。剧播出的时候霸居热搜，收视、口碑、路人盘全都提升，一下子涨粉400万。2年后的暑期档能够2次暴起的情况，这在国内娱乐行业中是很罕见的事情。到了这般境地的人的，就是那所谓的气运已经降临的人的。到了2023年的尖叫之夜时，他与陈晓就真的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之上，你能够清晰见到两人之间那已经出现的身份变化的。陈晓的稳，是沉淀已久之后的从容，冲劲的诚意是借助一步步爆款所铸就出来的锋芒模样。让众多观众不禁感叹的，他换装回来后又接和陈晓聊天的那个场景，风水的流转，那昔日的小跟班已经不再是那个小跟班了。今年诚意借助《富山海》等作品再度持续释放势能，尖叫之夜虽说其本人并未到场，可3部剧接连斩获奖项，莲花楼更是获得了常青角色。这种具有跨年特性的长尾式爆发，本身是实力的一种证明。此刻你再回头去看那个名叫陈晓的人，他自然还是很优秀的。那部大生意人也还能够支撑起场面，戏路宽且扎实的底子，让那个红得长久且具有自身厚度的他有别样的风采。但客观而言，从流量的体量、粉丝的声量、国民的热度到爆款的密度，诚意已经处于另一条曲线上。所谓的高攀不起，并不是嘲讽，反而是一个残酷的事实。两人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，甚至于在某些指标上面已经出现了反转的状况。更关键而言，两者截然不同的成功路径是存在的。一个天资和同时代红利相融合，一个是那个借助10年默默沉淀、实实在在硬挤出来的出口。要说命运，如果说有偏心，实际上也并不是。逆袭的诚意，根本上其实就是那样一句话：足够硬的。没有背景，没有捷径，没有天选光环的，只有在每一次被否定的深夜里死磕自己的。这种不红的时候没人关注的东西，一旦红了，就好像一记重重的闷拳似的砸向大众的审美。当下他与陈晓一同来比较，已经不再是谁更加红火的事情，反倒是一个时代的交融了。前辈的沉稳和后辈的兴起，最终就在某一时刻处在了同一个层级上。从小跟班走到当下位置的诚意，借助的不是锦鲤的体质，而是那历经10年不放弃的倔强劲头。他曾经历过迷茫、被拒、坐冷板凳、遭误解、资源断档，但是他能够一路挺过去，恰恰就表明他确确实实是把这条路当作命一般来走的。陈晓所见证的从卑微到翻盘的历程，诚意也将会持续的向前行进。